欢迎大家来到阿姨这个标题党的视频啊！我们来说说这个 deductions from capital income， 就是我们投资收益里面有哪些是和它相关的费用是可以用来抵税的这个税局吃了我们的税金就得给我们吐出来啊！该交的税呢，我们一分不少，但是合理的抵税避税我们也要做到。标题说就是一些日常开销，其实也可以算进退税里面我们来看看首先这是芬兰税局的官网建议大家有空没事干的时候，刷剧的同时也可以来芬兰税局官网刷一下总是有益处的阿姨下一期会再说说我有一次在这刷信息的时候，竟然给我刷到一个税费的优惠政策，让我熬回来大几千的税款所以请各位记得订阅免得阿姨发干货的时候你就没看到，那多亏好，我们滑下来一点You can claim deductions for the expense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of capital income。总的来说就是只要是和你投资相关的费用，其实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这很官方，大家听了觉得也可能不关我什么事，我就定投一些基金什么的，我也不怎么很活跃的炒股那这个抛砖引玉的视频，我们来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首先你这边看到他给你列举了一些这个 phone expenses 电话费computer internet 就是电脑网费下面呢还说可以，如果你买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是一些专业的阅读材料这样子。但是是不是仅有这些呢阿姨只是说给你们一点思路，自己再思考一下没有给你很明确的说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但是大家自己思考一下。除了上面这些关于这个电脑这边，那你除了买电脑，会不会也买了鼠标、键盘、打印机、耳机，是吧？你有可能这些东西是你平常买来刷剧或打游戏的后来呢你又把它用到了你用来做投资的这方面。但是换个角度想，你没有了新的鼠标、新的键盘、新的打印机，甚至乎是今年新买的这个 standing desk， 这个可移动这个电动升高的桌子或者是一个很贵但是你坐着很舒服的电脑椅，或者是游戏椅，但是它能够极大的提高你从投资这方面的一个价值的话，这能不能也算是你必须的投资必须的费用呢？那你买打印机，还有打印纸，还有一些文具，是吧？另外一项就是你定投基金、定投 ETF，还有买股票，这些要么通过券商，要么通过你的银行。券商很多时候是没有一个算是 annual fee 之类的，就年费，但是你的银行是肯定有费用的，对吧？你可能开户的时候，你只是用来做一些日常的付费，后来之后你才是使用银行来做投资。你反过来想，那你没有银行你能做投资吗？很明显不可以吧。比较关心宏观经济方面的，你会不会订一些杂志helsinki sanoma 之类的，是吧？最大的本地报纸，然后高阶一点什么 economist 或者是你会不会在 YouTube 里面订阅一些和财经相关的收费博主的一些订阅号其他的一些
财经数据的订阅？如果你真的那么厉害，你会不会订 Bloomberg 的新闻订阅、数据订阅啊？这些种种都是最后提醒大家，你申报的这些抵税的费用，你一定要考虑过，如果税局来找你问，你这个费用怎么产生的？你买了什么？你要自己能解释得过去，为什么你这些费用是你投资必须产生的？你可以是产生了这些费用之后，你用它来做别的事情，但是你说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物品或者是这个服务对于你投资产生的作用，你就要强调一点了，对吧？你说没有了它，真的是效率降得很低啊，我就是需要它的然后呢，这些购买的产品和服务收据，你要自己存档好、保管好，最好保管10年。我自己是专门有一个文件夹，按年就把这些收据全部都保存在里面。因为呢，你在税局的系统上面，你可能报税的申报的时候只需要给一个总额，但是如果万一他后面问你要的话，也是有可能要你提供这些所有费用的，每一项都要提供，然后你的总额要对得上，所以记得把数据都存好，记得按小铃铛订阅阿姨的投资干货，下期再见。